如果 iPhone 14用了跟 iPhone 13一样的处理器，那为什么要买 iPhone 14呢？大家好，我是苹果爹。那现在我回答一个很多观众问我的问题。那这个从先前消息传出来说，这次的 iPhone 14跟14 Max 可能沿用先前 iPhone 13上面的 A15处理器之后，下面就不断有观众一直不管是提出这个质疑，或是提出这样的想法，那他们会想说，那我们是不是等到14上市之后再来买现在的13 Pro 会是比较划算的选择呢？那或者是有一些本来锁定这一次新的型号14 Max 为它更大的萤幕、更强的续航力的人，会不会反而回去买13 Pro Max 会是更好的？那其实我觉得苹果在里面还暗藏很多细节在里面，不一定很单纯的就是直接这样去做比较。那我们就来做一些分析，然后希望给大家一个比较好的答案。那或许可以帮助你们在 iPhone 14系列出来之后，你们可以去想说，你们到底要选择新的14还是旧的13 Pro 跟 Pro Max。OK， 好，那你们如果喜欢这类影片的话，就记得订阅频道、按下小铃铛、按赞跟分享。好，那首先我们就先来比较这个处理器的部分哈。我们先说这个只是现在的传言，那只是有非常多过去消息很可靠的人讲出哦，他们同时间讲出说，今年可能在 iPhone 14跟14 Max 至少在这两个机型上面，他们上面使用的处理器可能会是像先前的 A15处理器。那我们就先当这个是真的一件事，就它真的苹果会这样子去做。那其实就算是同一世代的处理器，也不代表它里面所包装在里面的功能会是一模一样的，因为其实我们讲 A15， 它就还有 CPU、GPU， 还有里面所有，它可能会因为它这一支手机上面需要的一些功能，他们客制化去放一些其他的晶片在上面。那其实苹果现在也有这样的先例，在更新他们处理器世代的时候，他们加入一些新的功能，然后重新去包装，然后把它称为一个新的型号，那就是在苹果手表上面嘛。但其实手机跟手表有很大的不同，因为手表第一它不太依赖处理效能，或是说它上面真的有一些的附加功能，你也不太会感觉到，或是每个人都会去使用它。所以这种时候，一样处理器去重新包装，那就算加了这些附加的功能，或许你也不太会有感。它又没有相机，也没有 Face ID， 那到底怎么去改它？手表上面的使用大致上就是这样子。但手机毕竟用途很多，那很多人可能会担心说，这样的处理器会不会让你感觉到效能不够？那平心而论，现在的 A15也没有。应该很少人会讲说它效能不够，至少以下市场上一片看起来它还是一个最强的处理器。那况且我们知道，现在目前在 iPhone 13系列上面的 A15也不是完全解放的版本。那有很多原因啊，可能因为它的散热啊、它的耗能啊什么等等的担心，他们需要去锁住一些它的完整性能。那现在一直有传闻那这个很多人都有提到说，他们就算在一样处理器，然后放在现在新的 iPhone 14设计上面，因为它有更好的散热设计，那也因为这样完全解放它的效能之后，就算在处理器没有一个很大的进步，它在实际的跑分还有实际的应用上都会看到实际体验上的进步。那其他像是在影像处理的地方，其实苹果在每一世代都会去做一些微调，它里面可以放进不一样的影像处理器，那针对他们这一代会新加入的一些影像功能啊、相机功能或者是角色方面再去做一些调整。那当然自然在拍摄摄影上面你得到的效果就会更好，所以这部分真的很难直接说，就算它里面是放入A15 类似等级的处理器，就代表你在 iPhone 14跟14 Max 上面不会看到实际体验上面的进步。那再来我们就来讲相机的地方，那很多人的预期他们期待啦，或是我们以先前的惯例来讲说14 Max， 现在我们看起来它的留出来的设计还是只有保留2颗镜头嘛，那我们预期就是主镜头跟超广角。那依照先前的惯例，它就是沿用13 Pro 跟 Pro Max 上面那2颗下来放到14跟14 Max 上面。那这样的话你就会想说，那13 Pro 跟 Pro Max 上面还多了1颗长焦镜头，那这样3颗比2颗感觉起来还是比较划算。另外又要去思考到有没有 LiDAR 的这个部分那当然如果你是会使用长焦镜头的人，还有你是用一些 App 你觉得你会使用到 LiDAR 的人，那当然这2点就是没有办法，它就算里面处理器可能有稍微比较好一点，它就是没有这些硬体上面的规格，没有这个长焦镜头，你主镜头再怎么去影像处理去进步，只要它还是一样1200万画素的这个主镜头的话，它在数位变焦上面也不可能超越这个长焦镜头的表现。那这个就是硬体上面的硬伤没有办法，但对很多完全不会使用长焦镜的人来说，这个就是多余，他也没有必要去使用它。那我们就再讲回这2个主镜头跟超广
角，那是不是代表他们用一样的这个硬体规格，就代表他们拍出来的成像会一模一样？那其实我们可以从前一代来分析啦，就算一样硬体的规格，不代表它的影像处理跟成像会是一样的，因为像我们刚刚有讲的嘛，新的处理器可能包装不一样的影像处理器在里面，那它的演算法可能只绑在这一颗新的处理器上面的时候，你自然他们会试着让这一代跟前一代做出更多的差距的时候，在影像处理上就会有差距。那现在这个时代来讲，其实有时候我们手机上面的相机的表现不单单只是因为硬体上面的规格，其实演算法占了我敢说80%-90%的这个重要性吼。那苹果一贯以来也是会绑一些新的相机功能在新的世代上面。那这种有时候他们做这样的区分，并不代表说旧的处理器或是说旧的规格做不到，而是他们要在新世代跟旧世代这两个机种做一个比较明显的区隔，那需要有一些亮点吸引力，吸引人去买新的机种。那所以我们分析下来，如果长焦镜头你真的会用，那可能就是13 Pro 跟 Pro Max 会比较适合你。可是如果在这一次他们新发表的一些新的拍照啊、摄影的功能，你反而觉得这些可能是你比较实用的，像是去年推出的这些电影级模式等等。那如果又有一些在新的亮点啊，你平常在记录家庭啊，或者你在拍照的时候真的会去使用它的话，那或许其实买新的世代又更适合你。那再下一点呢，也是镜头，就是在前置镜头的地方。那现在我们知道是说，他们在可能至少14 Pro 跟 Pro Max 上面会有一个新的前置镜头嘛，那它加入可以对焦更大的光圈啊，更好的镜头、更大的感光元件等等。那这些当然这个部分还不太确定是不是会下放到这个14跟14 Max 上面。那我听到两个传闻啊，那最近的是有人说，可能全系列的14就会放入这颗新的前置镜头。那如果14跟14 Max 也有的话，那它前置镜头的表现就一定会比13 Pro 跟13 Pro Max 还要好不少。那这个新的镜头，如果你是常自拍，或是说常常在用前置镜头来拍影片啊、FaceTime 啊，或是在记录 vlog 的话，其实我觉得我自己也是习惯用前镜头拍 vlog， 因为你这样才能看到你在拍到什么嘛。那这种情况下，如果它的镜头的广角啊，或者这些都有进步的话，那自然这个方面就是在旧款的手机上面所看不到的，那也会真正提升14上面的价值。OK， 那下列我们讲萤幕吼，那萤幕的部分，当然现在在13 Pro 系列上面，他们有 Promotion， 然后他们有个自适应率的这个最高可以支援到120 Hz 的萤幕。那我个人的猜想是在14系列上面，或许这个亮点还是会只保留在 Pro 的系列上面。那如果猜想是真的啦，那就代表13 Pro 跟 Pro Max 的萤幕它的表现会比14跟14 Max 来的还要好。那首先我们先讲这个120 Hz。那在苹果的120 Hz 的这个萤幕呢，其实跟其他系统有点不太一样，那甚至跟在 iPad Pro 上面也不太一样。它其实有非常大的地方被它的软体限制住，它什么时候才可以用到120 Hz？ 那以你平常日常使用的话，几乎非常难看到它真的去跑到120 Hz 的这个更新率。那就算是你常在滑动页面啊，在刷萤幕啊什么等等的情况下，它最高可能就是到可能80啊，或者到100之间。那必须老实说，那这样比较先前60 Hz 的萤幕，你还是会感觉到它比较的滑顺。可是这个是要在你有体验过，然后再换回去的时候，你才会感觉到。那如果你先前就是使用60 Hz 的萤幕再上来，那如果就算这次14跟14 Max 没有使用到120 Hz 的萤幕，还是使用60 Hz 的话，你也不会有太大的体验上的差距。60 Hz 其实还是非常够用。那到底什么时候你会比较有感呢？我觉得可能是对有一些在玩游戏的人齁，那他们玩游戏，现在有一些游戏它可以让你强制开到90 Hz 啊，强制开到120 Hz。那这种情况下，你没有这个功能，你就是没有办法做到。但是呢，就算你做这样的开启，它其实对它的续航力啊，对它的耗电量会有非常大的影响。那对手机的机体的发热也会有非常大的影响。所以它能多长的时间去维持用这个120 Hz 的情况去跑它，这是第一个问题。那第二，在那么大的耗电量啊，跟它续航力的减少的情况下，你是不是等于还是要多带一个可能行动电源，或者想办法装个东西帮手机散热什么等等？那这就是看你对这个玩游戏的需求有多大，还有你玩的游戏到底有没有支援到这样的规格。那当然最完美的状况就是你推出来之后14 Max 上面也有120 Hz， 那这个选择可能就会更倾向去选择14的机种。那我们刚刚既然讲到这个耗电跟续航力等等那以现在目前传出来的消息，它在整体的电池容量上面，至少在14对比13 Pro 上面，它是容量大了不少。那14 Max， 那如果你要对比13 Pro Max 的话，它其实是比13 Pro Max 稍微小了一点，可是它的少的部分是非常非常的微小那我们同时要考量到，我们刚刚提到说可能会有更好的散热设计在里面。
然后再加上这个新的处理器，会不会它在省效上面其实会有一个更大的进步？那这样两者去考量起来的话，很难去讲说哪一支的续航力真的会比较好。那这部分就先算它平手，那我们就专注在其他的部分。那再来我们就讲价格的地方啦。那价格当然是随时在浮动，尤其是旧的机种。那以现在14系列来讲，我们目前知道就是说至少在14它的起价美金起价会跟先前一样齁。但是在台湾要购买的话，其实因为这一年来美金对台币的汇率是有蛮大的差距的，所以我们先预想，如果在 iPhone 14上面，它的起价可能会至少在26,900台币左右。那14 Max 的话，它的起价可能至少会在29,900台币左右。那去对比现在13 Pro 的现在在市场可能第三方所卖的价格是28,000块左右。那在13 Pro Max 它的市场上目前的价格是34,000块台币左右。那这个我们预想说，应该是在14系列推出之后，13 Pro 跟 Pro Max 的价格应该会再向下降一点。除非就是说14真的很不吸引人，然后反而让太多人会回去抢13 Pro 跟 Pro Max 的情况下，那这个就很难去预算。那我们就先去预想说，这个它的价格会再降下来，那可能会让这4个机型的价格越来越接近，这样可能会让大家选择上又更加的困难。可是我觉得我们要去考量到可能折旧这一点。对，虽然如果你现在这个时间点去买新机的话，你是在同一年去买入，不管是13 Pro 或是14这个机种是同一年购买是没错。但是呢，它在型号上面基本上就是已经差了1年嘛。那在长期的折旧下来，如果你是可能1年、2年、3年要换去折旧去不管是换新机或是要自己去卖的这种情况下，这两者的这个价格会不会有比较大的差距？就是说，你现在可能用相同的价格买到13 Pro 系列，可是会不会2年后它跌的速度可能比14快？那这个我也不太确定是什么，因为其实有时候可能依照机种的热门度会有点差距那你就可以去看可能先前的机种大概它的跌价幅度，如果差一个世代是 Pro 跟一般系列的话，它的差距是多少？但这个部分如果价格上不会有太大的差距的话，或许就是我们先前讲的那几个症结点，可能会是你比较需要去注意的地方，或是真的去考量一下自己使用的情况到底是什么。那如果你问我自己会怎么选择的话，我个人是比较倾向买新不买旧，而且我又蛮期待今年这个14 Max 的这个机种因为我觉得它是中阶入门的价格，然后还有一个比较大的萤幕跟比较大的电池，那自然续航力也会不错。那我个人觉得这个是一个蛮有吸引力、蛮有市场的一个新机种。当然我的情况跟你不太一样，我可能因为我要做影片评测嘛，或者我可能就是比较喜欢3C 市场上面一些新的东西，那可能要测试一些新的功能。那我给你我的选择，那或许等事后它真的发表会在上市之后，我们再来做一个更深入的这个分析跟比较。那希望这类影片对你有帮助。OK， 好，那如果你们喜欢这类影片的话，就记得订阅频道、按下小铃铛、按赞跟分享。我是苹果爹，我们下次影片见喽，拜。